把通讯业务打包进天际线，是叶晨之前没有想过的。他与郎红军萍水相逢，也算是有些缘分。在救下他之后，便想着让他到万隆店为万隆店效力，一方面为万隆店搭建一套自己的卫星通讯系统，一方面也算是能帮他找到他自己的价值，摆脱先前的困境。不过现在再看，通讯卫星和遥感卫星一样，在将来的作用无处不在，也是时候把它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全力运作了。于是他便对郎红军说道：老哥的建议很好，天际线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公司，现在又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明面实控，在这个公司架构里做卫星通讯得天独厚。这件事我稍后就尽快落实，稍后我就让天际线对外放出风去，就说公司要筹建新的通讯部门，然后把招聘职位放出来。老哥到时候给他们发一封简历，等老哥你忙完这里的事情，我就让天际线给你发一封面试邀请，你直接回美国去跟他们走面试流程，面试通过就直接留在美国开工。郎红军有些激动地点头说道：好的叶先生，等通过面试流程，我就立刻跟我的前同事们沟通一下，他们虽然都人到中年了，但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职场危机，现在恨不得比年轻人还能拼，只要给他们个机会，他们一定能发挥出最强的专业水平。叶晨点点头道：老哥放心，我跟那些只追求利益的商人不一样，只要老哥那些同事做好分内事，年纪大些，我也不会裁员或者降薪，会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。郎红军连忙道：叶先生，我信不过任何人都不会信不过您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叶晨嗯了一声，嘱咐道：老哥去了天际线之后，我会让天际线的人不对你负责的业务有任何干涉，不过老哥也不要让你那些同事知道你究竟在为谁工作，不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搭建的卫星通讯系统与万隆店有关。郎红军立刻保证道：叶先生放心，这个秘密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叶晨微笑道：这部分业务以后就交给老哥了。随后叶晨与众人告别，和林婉儿一起驱车继续一路向北。路上他给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打了个电话，把卫星通讯业务的相关计划告知了他，让他安排好天际线公司的相关人员来负责对接。史蒂夫也很上道，知道叶晨是想在天际线的壳子下面发展自己的卫星通讯，便立刻表态道：叶先生，既然您要把业务放在天际线，那我就先给天际线投10亿美金作为研发费用，到时候卫星通讯相关的资金也都从这笔钱里出，您只管让您的人过来就好。叶晨知道这点钱对史蒂夫来说算不得什么，自己先前在金陵随手给他的那杯融了散血救心丹的酒，怕是都能换几家天际线，所以也不必跟他客气这点钱。于是便道：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辛苦你在美国多照顾一下，我就不操心了。史蒂夫道：好的叶先生，您尽管放心，一切我都会打点好。黑夜里，叶晨与林婉儿驱车在前往北极圈的公路上快速疾驰。副驾上的林婉儿问叶晨：公子，若是这次 AI 能够找到破氢会在非洲其他的驻地，公子有何打算？叶晨想了想道：还是像之前一样悄悄杀进去，把那里的节度使干掉，若是能收编那里的骁骑卫和死士，就最好不过，撤出来之后就把驻地炸了。林婉儿沉思片刻道：公子，奴家觉得破氢会的死士驻地全球范围内至少也有10几20个，甚至更多。塞浦路斯那次，公子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这一次公子是要打他们一个声东击西。但凡事有一有二，难有三，如果这次吴飞燕派出3大长老预先在尼日利亚埋伏，如果还是被公子从其他驻地得手，那将来他一定会加强所有驻地的警戒，我们会在各处加强监控，甚至调用遥感卫星，吴飞燕说不定也是一样。说到这里，林婉儿顿了顿，又道：以公子的实力，吴飞燕手下能强过公子的，恐怕只有那3大长老，加上他自己也不过4人，这4人自然是守不住这么多驻地的，
只要公子选择的驻地没有他们4人，想必都可以来去自如。可如果公子以后每次都要将那些死士萧其卫带走，想必如此大的动作必定会留下线索。这么多人，公子届时肯定会送往万龙殿的驻地，到时候吴飞燕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万龙殿。之前万龙殿与叶家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冲突，吴飞燕如果真把线索聚焦到万龙殿身上，追查到公子恐怕只是时间问题，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长，因为以吴飞燕的手段，就算是万龙殿的万破军，在他面前也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到时候公子一定会暴露。叶晨听过他的话后，神色变得十分凝重。林婉儿说得很有道理，吴飞燕吃过塞浦路斯的亏，这次就已经开始玩起了引蛇出洞。如果这次引蛇出洞再失败，他一定会全面增强所有驻地的防御。到那时，几千人的动作恐怕不可能逃得过他的眼睛。而万龙殿知道自己身份的人，现在已经不在少数。这些人实力对普通人来说强悍至极，但对吴飞燕来说，简直就如同蝼蚁。因为吴飞燕有无数种办法撬开他们的嘴，甚至撬开他们的大脑和意识。到时候，就算他们对自己再忠诚都没用，他们脑子里所有的信息，对吴飞燕来说，就像是一本随意取阅的书籍，不会再有任何秘密。想到这儿，叶晨不禁问他：“林小姐觉得我应该如何？”林婉儿抿了抿嘴，道：“公子，从大义出发，奴家自然希望公子能拯救那些终生被破清会囚禁的死士。可从奴家心底出发，奴家只愿公子平平安安。因为在公子的安全面前，破清会除与不除，其实并非那么必要。”说到这里，林婉儿低下头去，轻声道：“虽然奴家的话有可能影响成千上万死士与他们家人的命运，但奴家还是要提醒公子，如果公子还想救那些死士，下一次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。”